西山基地遭到了导弹的袭击，一时间整个避难所乱成一团。张毅3人也杀入避难所与梁月会合，入口处的守卫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。现在你的学生可以先行离开。张毅说着，从异空间中取出2个背包扔在地上，这里面有高能量的食物以及取暖用的燃料，你让他们带着这些东西逃到向东南5公里外的小区躲避起来。你给我们带路，接下来咱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梁月和学生们闻言不由得露出惊讶之色，那些学生更是一脸的惶恐不安。你们不跟我们一块离开吗？他们要是遇到追兵呢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。张毅说道。放心好了，现在他们可没有功夫去追你们。他话锋一转，不过如果我们就这么逃走，我相信他们平定了这边的动乱，一定会追过来。张毅盯着梁月的眼睛，梁老师，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就这么想逃离西山基地，完全是不现实的。尤其是现在你已经杀掉了他们那么多人的情况下。梁月咬了咬嘴唇，心中明白张毅说的是对的。自从决定和西山基地决裂之后，他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张毅微微一笑，很简单，就干脆趁这个机会来个一了百了，把西山基地给炸毁，这样你我以后都不会有后顾之忧了。毁掉整个西山基地吗？梁月的心中微微有些不忍，因为在这基地当中还有数千人存活，要是毁了西山基地，岂不是要让他们都去死？可张毅说的有道理，西山基地不被消灭，他和学生们早晚都会迎来报复。他们不是张毅，拥有强大的能力与西山基地做对抗。思索了片刻之后，梁月下定了决心。好，我帮你。没有多少时间给他犹豫，和张毅一起毁掉西山基地是他目前唯一能选择的道路。梁月把叶小天喊过来，让他负责带着学生们逃走。叶小天深深看了一眼张毅3人，对梁月说道：梁老师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虽然他是改造人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他很难鼓起勇气去同特战队的大部队战斗。叶小天背起一个背包，然后把另外一个背包递给了吴成武。一行人领着其他学生迅速沿着通道往上面爬去，直到目送他们走出了那道象征着生的鸿飞，梁月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。张毅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走吧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，这种混乱不可能持续太久。杨欣欣控制了西山基地的内部网络，将多个系统都给关闭了，可是很快就会有人手动恢复，而第4生命舱的暴动也会在枪火的镇压下面偃旗息鼓。他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自己此行的任务。带我们到这个位置去。张毅打开手机，将地图上那个第2生命舱的位置指给梁月看。梁月点了点头，跟我来吧，那是他居住的地方，熟悉的很。梁月手持唐刀在前面带路，而身后的张毅3个人此时兴奋剂的药效已经开始发作了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，他们将不会感觉到疲惫，疼痛感也会减弱，可以发挥出更强悍的体能与战斗力。4个人来到了地下，此时的西山基地到处都是枪声和呐喊声。第4生命舱的人已经闯入了第3和第2生命舱，他们没有选择逃离西山基地，因为外面天寒地冻，逃出去也是一个死。所以这里面很多聪明的人打算强行夺取西山基地的控制权。通道里面到处都在发生战斗，墙壁和地面上满是鲜血。可是当张毅4个人出现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下意识地远离了他们，因为他们身上穿着象征着特战队的队服。梁月身上还是队长级的制服，本身供电系统就出了问题，只能够借助荧光棒和临时的灯光照明，看什么都不真切。匆匆一瞥之下，也就没人有功夫认真辨别他们是否同伴。这里的人不知道梁月叛逃的事情，所以士兵们见到他都主动让开道路。至于第4生命舱的平民，更是如同见鬼一般赶紧逃离。谁都知道特战队是西山基地最强的武装力量。张毅掏出手枪，沿途照着几个平民的脑袋开了2枪，让周围的人不敢靠近，方便他们尽快通过通道。既然要做戏，当然得做足。他现在伪装成特战队成员，杀几个平民显得更真实。徐胖子与尤大叔也是有样学样，对于这些人，他们下手的时候也完全没有顾忌，因为在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平民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天海市曾经高高在上的群众。4个人脚步迅速的在通道里面穿行，很快就来到了第2生命舱。来到这里之后，环境变得安静了一些，毕竟这里面守卫的等级非常森严，基本上特战队的成员全都在这里。纵然有一些混乱，也被迅速的处理掉。可是看到梁月4个人身上同样的制服，他们便以为是同伴，因此不再理会，动手。张毅对尤大叔和徐胖子说道，2人点了点头，迅速从身后的背包里取出定时炸弹，然后贴在第2生命舱的各个隐秘角落。梁月见状，有些焦急地说道，这里的建筑非常坚固，一般的炸药是没用的。张毅却淡淡地说道，我知道，这些炸药也不是一般的炸药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朝着之前计划好的位置走去。这个角落位于第2生命舱的夹角位置，非常隐蔽，平时很难有人从这里经过。梁月心中焦急，只好紧跟着他。张毅来到这里之后，从异空间中取出了2大款炸药，然后放在了那个角落中。梁月乍一看觉得有些眼熟，仔细一想，才认出来那是之前林峰用来进攻庇护所的炸药。这东西你还留着呢？张毅微微一笑，当然了，我张毅从来不浪费一粒米饭，现在就让他们自己品尝一下自己的炸药吧。安置好炸药之后，张毅立刻转身走，马上离开这里。他一边走，一边也掏出许多小型炸药，沿途经过的房间都在大门上贴一块。梁月紧跟过去，他看向第2层生命舱的尽头，那是陈希年居住的地方。为什么不去杀掉陈希年？擒贼先擒王，陈希年死了，西山基地也就停止运作了。
一想到西山基地变成如今的鬼样子，都是陈锡年的命令导致的，梁月就对他恨之入骨。尤其是陈锡年还玩弄了他的学生，这更让作为女人的他恶心。张毅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杀了一个陈锡年，还会有更多的陈锡年补上他的位置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错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西山基地的这种体系呢？”梁月张了张嘴，却终究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语，因为他也觉得张毅说的是对的。张毅冷冷地说道：“这种脏污耐垢的地方，只有毁掉才是最好的，否则的话，它会一直诞生出邪恶。”张毅往回走去，刘大叔和徐胖子也紧随其后，四个人脚步匆忙地往第三生命舱走去。这种古怪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一部分特战队员的注意。站住！你们要去哪？一名战士持枪指向几人。作为一名特种兵，他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发现了这几个人的不对劲，尤其是一个男人脚边竟然还跟着一只狸花猫。西山基地从没听说有谁养猫的，过去曾有过，但后来都成了蛋白质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因为停电导致照明不足，他们早就应该发现这几个人的异常了。不过张毅本身也没打算一直隐藏自己的行踪，4倍速，他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，反手以极快的速度开了一枪，砰！那名特战队员的头盔被洞穿，当场死在了这里。无所谓了，反正张毅的布置也已经结束了，即便他们有厉害的拆弹高手，也无暇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拆除所有炸弹。没错，其他炸弹都是烟雾弹，摆在明面上吸引注意力的，他们不是基地的人。那名倒下的战士引起了其他人的警惕。霎时间，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齐齐举起手中的枪，对准了张毅几人。次元之门，张毅右手伸向前方，直接打开了次元之门，在并不宽阔的通道当中，直接封锁了所有的角度。枪声大作，子弹如同雨点一般不停地射来，但是没有一颗子弹能够越过次元之门，全都没入了异空间之中。梁月都忍不住深深看了张毅一眼。当初他从特战队的角度观察张毅的一眼，只觉得格外难缠，可现在作为队友，这种强悍到变态的防御力，却给了他十足的安全感。终于，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张毅的能力，空间异能，他是张毅。喊话的人是沈红，他当初跟随林峰进攻过张毅的庇护所。一想到这种能力的特性，他惊恐地喊道：“不许开枪，全部散开！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张毅微微一笑，全反击，被异空间吸收的那些子弹，骤然之间全部爆射了回去。噗噗噗，那是子弹贯穿盔甲和血肉的声音。前面的7、8名士兵顷刻之间就被贯穿成了筛子，后面的士兵没有躲避的空间，毕竟通道就只有这么宽，他们只能够靠着战友的身体来挡子弹。暴风骤雨一般的弹幕时间过后，张毅以倒退的姿势迅速往后退去。不过撤退的瞬间，他右手一挥，从异空间之中飞出了几十颗手雷，都是撞针被拆除的状态。士兵们看到那些手雷，脸色大变，快躲开！手雷哗啦啦滚落，在狭长的通道当中撞击到地面和墙壁之后，迅速产生一连串的爆炸，惨叫声和怒吼声连成一片，不知道多少战士被炸得肢体横飞，墙面上被大片大片的鲜血染红。张毅喊道：“撤！此地不宜久留。”如果被人前后包夹住，他的次元之门能力也就会大打折扣。毕竟这种能力是一方通行，无法全面防御多个角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头顶上方的灯忽然闪烁了起来，电力系统快要恢复了。张毅眉头一皱，如果西山基地的各个系统都恢复正常，他们就无法趁乱行事了。快，离开这里！一行人迅速的倒退。然而，特战队已经包围了过来。张毅来到西山基地的消息传入了林峰和陈锡年的耳中，当即陈锡年就下达了死命令，一定要把张毅给留下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该死的张毅，这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那一层乌龟壳的保护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陈锡年的房间里，备用电源已经发动了。他迅速穿着防护服，旁边几名禁卫手持武器，谨慎地保护着他的安全。第2生命舱这边，林峰带队，怒气冲冲地要去找张毅报仇。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逃！林峰的眼睛里面布满了杀气，新仇旧恨。这一次他要一次性和张毅清算干净。可这个时候，第2生命舱又出现了巨大的混乱，因为这里的人发现到处都被贴上了黄色的炸弹，这种炸弹炸不毁墙壁，却能炸死人，以及消耗内部的氧气，让人窒息而死。赶紧安排排爆专家进行清除。林峰只是留下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大踏步朝着外面追过去。眼下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是比杀死张毅更重要的事情了。张毅一行人且战且退，得到了林峰的命令之后，那些特战队与普通士兵都集中力量，优先处理他们。无论几个人从哪个方向离开，都能看到大量的士兵。张毅展开次元之门，将他们的枪火攻击吸收干净，然后反击回去，杀死了不少士兵。不过那些人都得到了提醒，不再一味的射击，而是在想办法拖延张毅等人，为林峰和其他队长级人物的到来争取时间。不要管他们，闯过去，不要在这里继续纠缠。张毅也不想碰到那些棘手的艺人。刘大叔说道：“让我来吧。”他发动了自己的异能，身体迅速变大，竟然撑破了坚韧的防护服，变成一个2米多高的肌肉巨人。这种体型快把通道给遮住了。他一马当先，朝着拦路的士兵们就冲了过去，任由他们手中的子弹打在身上，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，却难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呵，刘大叔如同人形坦克一般，一个冲撞就把在前方骚扰他们的10几名士兵撞飞了出去。
一切行动过程都在张毅的计划之中。短时间内制造的混乱，让他成功将炸药安置在了第2生命舱。这个地方的人物都是西山基地的核心，只要他们全死了，西山基地也就没了。哪怕剩下这些士兵，也等同于是没脑子的松散队伍。所以最差的结果，张毅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只不过，当看到从通道地面8方涌来的士兵时，那种感觉仍然让张毅觉得有些震撼。幸好他给自己注射了兴奋剂，因此他没有感觉到恐惧，反而是有些亢奋。血管里的血液都在雀跃的沸腾。张毅展开次元之门，掏出步枪就射击，使用的全都是特制的穿甲弹，这是他为了对付特战队的盔甲专门准备的。短短5分钟之内，起码就有30多人死在他的枪口之下。只不过，大量的士兵还在往这里赶，他们接到的同样是拖住张毅等人的死命令。有这些人拿命拖延，的确耽误了张毅几个人离开的步伐。刘大叔化身泰坦巨人，清理着路障，他坚实的皮肤像是花岗岩，子弹打在上面连留下一丝痕迹都困难。他强大的不光是肉身，还有自愈能力，只要不是致命伤，都可以迅速的恢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面前忽然出现了5名穿白色盔甲的特战队员。